这是一起堪称完美的高智商密室谋杀案，犯人一枪杀死了隔壁老王，然后把枪放在他的手中。接着，凶手来到楼上，从窗户外面拉进来一条细线，随后他将线穿过老王的手表，绑在1楼的窗户上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他来到屋外，将门反锁好，然后利用梯子爬到2楼，将房间钥匙通过细线滑到老王的手里。接着，他将2楼的窗户关好，来到1楼，将细线缓缓拉出后，一起精心设计的完美密室杀人计划就此完成。凶手名叫若琳，是一家杂志社的总编。刚才他杀死的那个人是他的多年好友，名叫川边。原来若琳发现川边给自己戴了绿帽子，于是将他哄骗到山上来，随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杀完人后，处理好现场，若琳回到车上，准备驱车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车子还没走多远就抛锚在了路边。没办法，若琳只好放弃车子往山下走去。转眼间天已经黑了，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，终于遇到了一辆车，车主名叫鸭田，答应送他下山。可上车后没几分钟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两人正闲聊着，突然鸭田表示自己认识若琳，上个月在一次活动中见过她。听完这些，若琳瞬间傻了眼，她刚杀完人，坏掉的车子也还在山上停着，本来还可以说成是车子被人给偷走了，现在可好，有人认出他来过这里。如果明天尸体被发现，那么他就会成为最大嫌疑人。没办法，若琳只好拜托鸭田别把今天遇见自己的事情说出去。鸭田也是个爽快人，问都不问就答应了下来。随后鸭田给他的室友打了一个电话留言，他声称自己要晚一点才能回去，让室友睡觉前把钥匙放在门口的花盆下面。说完，他还在电话里炫耀着自己遇到了明星主编若琳。瞬间若琳再次懵逼了，前一秒鸭田才爽快地答应要替他保密，转眼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第2个人。为了避免自己的行踪暴露，若琳决定杀人灭口。他谎称汽车撞到了一只小野猫，随后2人下车查看，鸭田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着，上午的时候他捡到了一个钱包，送去警察局被人给嘉奖了。正说着，鸭田看到了路边躺着的尸体，原来那不是小野猫，而是被人丢掉的小熊玩偶。鸭田转身正想说什么，忽然间若琳举起石头朝着他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。男人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司机的脑袋狠狠砸去，就这样鸭田彻底死去。随后若琳将尸体放进车的后备箱里，在驾驶证上找到鸭田的住址。几分钟前，鸭田给他的室友打过电话留言，说是见过若琳，他必须要赶在鸭田室友回去之前将电话留言给处理掉，不然的话，今天发生的这2起谋杀案都要被发现。若琳来到鸭田家，在门口的花盆下面找到了房间钥匙，进门后发现没人，便换掉了电话机里的录音带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刚想离开，突然门铃响了起来。若琳透过猫眼一看，原来是古田站在屋外。他来这里干什么呢？若琳不确定他的身份，便没有开门。随后过了10分钟，外面已经没有了动静。若琳打开门准备离开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古田从一旁钻了出来，他将若琳当成了鸭田。没办法，若琳只好将计就计，和古田玩起了角色扮演的游戏。原来古田和鸭田在电话里约好了6点见面，现在是6点整。古田还以为鸭田刚刚回来正在开门，然而鸭田却假装说刚才有事迟到了10分钟。古田对此感到非常的不解。随后2人进到屋内，古田给他带来了一个小礼物。原来鸭田今天上午捡到的那个钱包正是古田的。在岛国有这样一个规定，捡到东西上交会有一张回执单，如果半年内失主没有来领取失物的话，那么捡到东西的那个人就可以拿着回执单来领走失物。古田来找鸭田的目的就是要拿回那张回执。随后鸭田起身到处翻找着回执单，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。此时古田突然想上厕所，可接连开了2扇门都没有找到卫生间，终于打开最后一扇找到了。自己家的卫生间需要这么找吗？鸭田的行为引起了古田的怀疑。随后画面一转，古田在日历本上发现了一个名叫阿茂的人，这几天去了外地。古田询问阿茂是谁，鸭田思索了一下回应说阿茂是自己的妻子。说完，鸭田来到冰箱前准备拿些喝的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回执单，随后他将回执递给古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古田又意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，桌子上摆放着5、6张照片，但是这么多照片里没有一张上面有眼前的主人鸭田。古田刚想询问点什么，突然电话响了起来。若琳表示最近有很多恶作剧电话打来，这应该也是一个，所以就不接了。刚说完，电话里传出了提示留言的录音。古田突然发现里面鸭田的声音和眼前这个鸭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，并且这通电话留言是阿茂打来的，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是一个男的。听着留言，古田若有所思地看着鸭田，刚想询问，鸭田就解释说电话留言的提示音是他找朋友录制的，阿茂的确是自己的妻子，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是一对好基友。说完，古田撒腿就跑，害怕自己成为他的下一任好友。可刚到门口，意外又发生了。古田刚想离开，门铃又响了起来。干洗店的员工给鸭田送来了燕尾服，原来
这个小伙是今天刚入的职，所以他并不知道眼前的鸭田是假冒的。上午，鸭田把衣服送到干洗店时，特意叮嘱晚上8点前一定要将衣服洗好送到，因为他要穿着衣服去一个豪华酒店办事。古田询问鸭田去酒店干嘛，鸭田迟疑了1秒，然后回应说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。说完，古田看了一眼时间，刚好7点过10分。他每天晚上都要看少儿频道7点钟准时播放的那个节目。随后，古田打开电视机，看了点片头就关掉，和鸭田一起出了门。临走前，若琳为了演得更像房间主人，她将鸭田的钥匙放在自己的钥匙扣上，然后穿上鸭田的皮鞋，将门反锁后，又把鸭田房间的钥匙从钥匙扣上取下来，放在门口盆栽的下面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鸭田踉踉跄跄的离开。此时，古田注意到鸭田的皮鞋非常的不合脚，看来这不是他的鞋子。紧接着，来到房间外面，古田又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，门口停放着一辆小汽车，驾驶位上面的烟盒和鸭田家里的一模一样。这辆车不是他的吗？他为什么不开车呢？随后，两人坐着出租车来到了酒店，在前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鸭田去更衣室换了衣服。然而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干洗店拿来的燕尾服居然是酒店服务员的特制服装。古田弯着腰大笑着说：“你不是来参加一个重要活动的吗？怎么来当兼职服务员了？”鸭田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金泉拿着资料跑了过来。正如古田所料，眼前的鸭田是一个冒牌货。那么，真正的鸭田到底去哪里了呢？古田回到鸭田家，停在门口那辆可疑的小汽车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随后，古田打开后备箱，在里面发现了鸭田的尸体。另一边，若琳等古田走后，匆忙换好衣服，从酒店的后门离开，来到自己家门口，可搞了半天都没有将门打开。瞬间，他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难道说他将自己家的钥匙错放在了鸭田家的门口？这也太倒霉了吧！若琳赶紧回去寻找，随后他将盆栽下面的钥匙给换了回来，走出公寓刚想离开，然而下一秒，一束灯光照了过来。原来古田一直在这里守株待兔。在酒店的时候，他趁若琳去换衣服的空档，偷偷的将若琳的钥匙换成了自己家的。古田断定若琳打不开自己家的门，便一定会以为是自己放错了钥匙，然后就会回来寻找。就这样，若琳跳进了古田设下的圈套。经调查，阿茂其实是鸭田的弟弟，根本就不是若琳所说的那种好朋友。此外，鸭田是一个非常有时间观念的人。古田在他家看动画片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，当时古田开电视机时查看过他家的钟表，上面显示是7点过10分。可是电视机打开过后，动画片还在放着片头曲。众所周知，少儿频道的动画片都是7点钟准时播放的，不会多1分也不会少1秒。这就说明了当时古田看动画片的时候刚好是7点钟，而不是7点过10分。古田表示，为了做什么都不迟到，鸭田把他家里的钟表都调快了10分钟。古田和鸭田约好的时间是晚上6点。还记得第一次遇到若琳时，若琳说自己晚回来了10分钟，可是当时的时间明明是6点整，他为什么非要说自己迟到了10分钟呢？现在想想，应该是他看过鸭田房间里的钟表，上面显示是6点过10分，所以他才说自己因为有事迟到了10分钟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这一集中的凶手真的是太倒霉了。本来山上的密室杀人计划堪称完美，可是随着意外频繁发生，别墅里的那起密室谋杀案也即将隐瞒不住，因为他坏掉的车子还在山上停着，身上也还有没处理掉的电话录音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